有缘人，2025年到2028年都是清算年，天道对人的德行要求越来越高。在这段时期，因果业力会加速运转。从2024年开始，天地气运悄然更迭，进入一个被命理称为下元九运的新阶段。这个周期将持续20年，直到2043年，而它的核心能量正是离火。在古老的3元九运理论中，每20年为一运，九运为一轮，天地之气随之流转，影响人间的兴衰、思潮的起伏、价值的重塑。而九子又必星当令的这20年，火主文明，野主进化。火是什么？火是光明，是觉醒，是不可遮蔽的真相，但它同时也是焚烧，是淘汰，是对虚假的无情摧毁。这不是谁在针对你，而是整个宇宙的能量频率在提升。低频的、虚浮的、投机的自然无法共振，只能被淘汰。回顾上一个离火运，1924到1943年，那是一个就秩序崩塌、战乱频繁、思想剧烈碰撞的时代。军阀割据，列强入侵，但也是新文化、新思潮、新觉醒的萌芽期。表面上看是混乱，实则是旧能量的清理，为新的文明形态腾出空间。而今天我们正经历相似的节奏，不同的是，这一次的战火不再只是枪炮，而是信息、舆论、人心的较量。一场看不见的进化正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悄然展开。2025到2028年，正是这轮九运初期最剧烈的清理窗口。就像春天来临时，大地要先经历一阵倒春寒，才能真正焕发生机。这3年是旧模式的终结期，是虚假繁荣的退场期，也是德行重新被定义的起点。你会发现，身边的人突然疏远离散，连争吵都显得多余，意外事件接二连三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。这绝非偶然，而是天道对人的德行要求日益提高的体现。看看那些曾经风光无限却德行有亏的大主播接连退场，黑心商家不断被曝光，这些都是德不配位的典型例子。若想在未来20年让自己向上发展，务必牢记以下3点，如此才能开启善缘，积累福报，抓住天道带来的红利。1. 口业清净，福报自来。多说好话，注重积累口德，其实就是在为自己修福报，而这些福报最终都会在生活中得以体现。管住自己的嘴巴，实则是在改变命运。言语的力量不可小觑，一句温暖的话可能给人带来希望，而恶语则可能伤人自身。所以时刻保持口业清净，让善意从口中流出，福报自然会降临。2. 不贪小利，远离业障。贪念是一切烦恼的根源。有些人贪图小利，以为占了便宜，实际上是在透支未来的福报。要知道，因果从不偏袒任何人，
命运给予的每一份馈赠，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代价。只有放下对小利的贪念，才能斩断与业障的纠缠，收获真正的心安与喜乐。比如生活中不贪图一时的小便宜，不做损人利己的事，坚守内心的原则，才能避免因小失大，让自己的人生之路更加顺畅。3. 正心正念，一切违背因果、损人利己以及违背天道的念头都要摒弃。要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我们的每一个念头都在塑造未来的果报。当下是善恶果报加倍加速显化的时代，福报的积累与消耗都在加快。因此注重修德性，种善因，才是行走世间的根本之道。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秉持一颗正直善良的心，让自己的念头和行为符合天道和因果规律，这样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越走越顺。在这个戾气横飞的时代，保全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如履薄冰，步步为营。当你修到一定境界，你会发现很多世俗的热闹你已经不想参与了，你会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，就像看一群蚂蚁忙来忙去，你不再急于融入人群，反而更愿意独处，离尘世越远，离内心越近。古人早就说过，魔法千年，人心崩坏。楞严经里也有预言，当正法衰微时，魔障横行，欲望泛滥，众生沉沦。看看现在是不是真的如此？自然灾害频发，信任感消失，亲情淡漠，友情变交易，大家都在追名逐利，活得像个永不停歇的机器。这不是偶然，这是天道运行的一部分。所谓天道，就是宇宙的规律，是更高维的存在，设定好的程序。你可以不信它，但它从不停止运转。所谓的清算，其实是一次频率的校准，灵魂的筛选，文明的升级。每一次升级都伴随着旧秩序的瓦解和新世界的诞生。宇宙从不出错，出错的是人类的接收器。说白了，这个世界没有风，风的是人类。我们生在一个末法时代，犬儒主义盛行，资本肆虐，信息爆炸，越来越多人精神出了问题，不是抑郁就是焦虑，情绪堵塞，日积月累，身体的免疫系统受到破坏，癌症乘虚而入。今天我必须给大家提个醒，我们正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上，人类即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理危机，比我们以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经济危机、疫情甚至战争都更隐蔽，也更致命。你可能没意识到，但其实很多人已经处在崩溃边缘。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，但内心早已千疮百孔。焦虑、抑郁、恍惚、失眠这些词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常见，而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个人生活，也在悄悄撕裂整个社会。这一切都不是偶然，而是因果循环在收网，是天道闭环在运作，在提醒人类，你活得不对。我们把自己调成了生存模式，
却抱怨世界没有诗意模式，我们把灵魂抵押给了算法，却怪时代太浮躁，我们建起比金字塔还复杂的道德评价体系，却活得比原始人还野蛮。在这样的时代，修行比任何时候都难，但宇宙设计是有进度条的，它不会等你，世界不会等你，你的精神如果停滞不前，就会被淘汰。一句话，这个世界不会自动变好，除非足够多的人开始修行。毕竟，宇宙这套系统从没给我们留退路，就像游戏里的主线任务，你可以拖延进度，可以绕路，可以挂机，但最终你必须面对 BOSS 战。你可以逃避修行，但代价是你会一遍遍重复痛苦，直到你学会为止。天地之间自有平衡，过度索取，偏离本心，就像欠了债，迟早要还，不是以文明的代价，就是以个体的代价。修行就是主动还债，而不是被动崩溃。最近很多事情似乎正在提速，那些曾经呼风唤雨、耀武扬威的人物，一个个落马，而那些曾经默默无闻、坚守善念的人，却突然时来运转，福气临门。这一切并非巧合，而是天地间一场大清算。现世报已经开始，天道正在重新排位。曾经很多人认为因果是遥远的事情，报应是来世的事，是死后的审判。但现在你我都开始隐隐察觉，种什么因，往往今世就要结什么果。别再以为人生可以躲天躲地躲因果，真相是天道从未缺席，只是现在他的清算正在悄然提速。我们正活在及时结算的因果机制中，你做的每一个选择，说的每一句话，甚至起心动念之间，早已被天网恢恢的大系统记录在案，并按着更高的节奏迅速兑现。我们来看看天道正在重点清算的3类人，你身边是否也出现了一披着光环却行暗道的人，终究会被打回原形。在这个看似万象更新，实则人心浮动的年代，外表正气，内心算计的角色实在太多。他们打着弘道救世的旗号，却在背地里谋取私利。他们利用大众的信任，贩卖情绪，编织幻想，让无数人误入歧途。你会发现，很多人越是包装光鲜，越是隐藏了真实意图。他们可能是公众人物，也可能是你身边的熟人，穿着善良的外衣，干着最利己的事，可是在高明的伪装，也终究躲不过天道的回音。这类人曾经在混沌中崛起，借助的是人性的盲点。如今清算的钟声已经敲响，他们构建的幻想正在一层层剥落，留下的只有自食其果的悔恨。逢场作戏，不敬天地的人开始为轻慢买单。有些人活得太轻浮，嘴上挂着自由随性，骨子里却是毫无敬畏。他们不信因果，不尊天地，常以聪明自居，满口世俗套路，却早已在贪欲的深渊里失去了本心。
在他们眼中，所有事都可以操作，所有人都可以利用。他们的生活看似热闹，实则空洞，灵魂早就没有了根。这种自以为是的轻慢，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噬自己。天地之间有一股无形的力量，叫敬畏。敬他者，虽无名，也自有福气系他者。哪怕一时得势，也难逃下场凄凉。曾经轻狂的笑声，如今变成噩梦中止不住的呻吟。这不是命运不公，而是他们从未真正尊重过生命的神圣。3. 甘愿沉沦还拉人下水的人，已被盯上了。世界上的痛苦不光来自那些作恶的人，还来自那些知道错却选择继续错的人。这类人明明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却偏偏抱着大家都这样的心理，放弃了自我，甚至带着身边的人一起沉沦。他们是那些在错误中自暴自弃的人，是那些用绝望影响他人的人。你跟他们诉说梦想，他们说太天真，你告诉他们要行善积德，他们回你没用，好人没好报。他们用自己的懒惰、绝望、消极拖垮周围一切积极的可能。这种共业的力量是很强的，一个人若不自救，还反过来拉人下水，天道不会再容忍。因为他们不只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，还在消耗别人的福报。一旦天道开始清算，他们会第一个被请出局。清算不是惩罚，而是对选择的回应。这不是吓唬人，而是一种宇宙层面的必然逻辑。就像春种秋收，命运从来都只在回应你的选择。你选择什么信念，就会引来什么命运的回响。许多人都在问，这个时代怎么过？我的回答很简单，保持正念，守好初心，别放大欲望，也别轻看善良。人这辈子不怕走得慢，就怕方向错。别一味地跟着人群走，要学会回到自己的心里，问一问，我的每一个念头是清净的吗？我对待他人是善良的吗？我活着的方式是值得的吗？当你活得越清明，越真诚，就越容易和上面的力量对齐。那时候哪怕风浪四起，你的脚下也会有一条稳固的路。古人早有警示，德薄而位尊，智小而谋大，力小而任重，险不及矣。德行不够却占据高位，智慧不足却想掌控大局，力量微弱却负担重任。这样的人很少有不遭遇灾祸的。这不是命运不公，而是能量失衡的必然结果。就像一座塔地基前，建得在高风一吹就倒。在东方的宇宙观里，德从来不只是道德层面的评判，它更是一种能量的承载力。你有多少德，就能承载多大的福，多高的位，多广的影响。德如容器，福如水，容器小，水多则溢，德薄位高则危。那些突然陨落的人，并非一夜之间变坏，而是长久以来德性的积累跟不上他们所获得的名利。当离火照世，
能量场变得透明，这种失衡就被瞬间暴露。更深层的是，德行也是一种气场信用。你在人际中是否真诚，在事业中是否守信，在生活中是否厚道，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都在不断塑造你的能量印记。有人一开口就让人安心，有人一出现就让人警觉。这不是玄学，而是长期心念与行为所形成的磁场。德行深厚的人自带安定感，德行有亏的人哪怕表面风光，气场中也藏着不安与焦虑。而这个时代正是对这种气场信用的大规模检验期。过去你可以靠包装掩盖瑕疵，靠流量转移注意力，靠权力压制质疑。但现在信息透明，舆论觉醒，天道加速，任何虚浮的东西都难以长久维系。那些德不配位的人，不是被谁推下去的，而是自己站不稳，被时代的气流卷走的。你不需要成为圣人，但你必须开始觉察，我现在的状态是德在配位，还是位在压德？真正的安稳从来不是来自外界的认可，而是内心的无愧。当你走得再高，也能脚踏实地，说得再响，也不违背本心。那时离火不仅不会烧你，反而会助你升华。火从不说话，但它照见一切。离火之运就像天地间点燃了一盏巨大的明灯，它不审判，也不偏袒，只是静静地燃烧，烧掉那些没有根的东西。什么是无根？是靠谎言堆砌的人设，是靠情绪操控的流量，是靠概念包装的生意，是靠人情交换的关系。这些东西在过去或许还能蒙混过关，但在如今的能量场中，它们越来越难以存活。你看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网红，一夜之间销声匿迹；那些被捧上神坛的大师，接连被揭穿骗局；那些看似稳固的商业模式突然暴雷崩盘。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？是缺乏真实的生命力，是脱离了道的支撑。就像一棵树，如果没有深扎地下的根，哪怕枝叶再茂盛，风一来便连根拔起。离火正是这场风，也是这场火。它不针对谁，它只是让一切回归本来的样子。易经中的离卦象征火，也象征明。明两座，离，大人以记明照于四方。真正有德之人，应如光明接连升起，照亮四方。而反观当下，多少人追求的光，只是聚光灯下的短暂闪耀。他们不修内在，只重外显，不积阴德，只求曝光。可当真正的光明降临，他们才发现自己经不起照。更深层的是，这个时代正在淘汰虚的文化，虚假的承诺，虚浮的关系，虚假的消费，虚伪的社交。这些在过去或许还能维持表面和谐，但现在人们越来越反感装。年轻人开始追求真实，消费者开始重视品质，社会开始追问你到底是谁。这不是潮流，
而是集体意识在回应天使。离火不仅烧物，更烧心，它烧掉的是我们内心的浮躁、投机与侥幸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越是想快，反而越容易摔跤；越是想巧取，越可能豪夺于己。因为宇宙的法则从不奖励捷径，它只回应真实。那些踏踏实实做事的人，或许一时不显，但他们的能量是稳固的，是能经得起火炼的。而那些靠炒作、靠包装、靠情绪带货的人，哪怕一时风光，终将被火照透，原形毕露。这不是悲观，而是清醒。离火的到来不是为了毁灭，而是为了净化。它烧掉的是虚幻，留下的是真实，淘汰的是浮华，成全的是厚重。你不必恐惧这个时代，你只需要问自己，我的人生有没有根？我的事业能不能经得起光的检验？我的关系是不是建立在真诚之上？当你能坦然面对这些问题，火就不再是危险，而是助你蜕变的光。当下为什么所有人类的首要任务是意识觉醒？未来不是你要不要修行的问题，而是你必须要修行，必须要觉醒，才能够保证你基本的生存。如果这个时候还不修行，就会面临淘汰。淘汰有两种含义，一种是生命的离开，二是即使活着也会感到痛苦和无力。很多人会问，修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我可以很认真地告诉你，是的。过去我们活在一个物质主导的时代，那时候拼的是体力、资源、学历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们正进入一个精神为主导的新纪元。心理问题、情感危机、焦虑、抑郁，这些问题越来越多，靠物质已经解决不了了。这个时候，唯有修行觉醒，才能让我们稳住内心，看清方向。这不是鸡汤，而是生存刚需。有的人修行多年，没什么改变，反而活得更糟；而有的人短短时间就实现了人生的转折。差别在哪？就在于是否真修实证。真正的修行到底该怎么修？别把修行想得太玄乎，它不在深山老林，也不在打坐念经，就在你的日常生活中。你是老师就把课教好，你是父母就把孩子照顾好，你是员工就把工作做好，你是孩子就好好学习，尊重长辈。少年就该有少年的样子，中年就该有中年的担当。你在哪个位置，就踏踏实实地扮演好那个角色。很多人刚接触修行，就觉得自己开悟了，到处指点别人，批评这不对那不好，唯独忘了管好自己。真正的修行是知行合一，是落实在行动上的慈悲，正念正行地去影响别人，而不要教化别人，去积累善行，以身表法去传法。法者就是要去做。真正的修行是生活本身，它不需要你刻意装出一副高人的样子，也不必强求自己做个永远温和没有脾气的圣人。你可以有情绪，也可以有贪嗔痴，
关键是你能不能看见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能不能在行为上做出选择。修行最重要的是真实，不要人前一套背后又是一套，做真实的自己才能走得远。而最好的修行方式就是在日常中行善，在生活中利他。当你愿意为他人付出一点时间，一点善意，就是在积累福报，也在打磨自己的心性。能守住内心，不嫉妒别人的拥有，不攀比别人的生活，这就是一种内在的稳定，也是最难得的成长。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很多垃圾，比如过去的怨恨、委屈、不满，这些负面情绪如果不清扫，它们就会一直影响你的状态和人生走向。所以我们要问自己几个问题：我能不能接纳不同的声音？对曾经伤害过我的人，我能不能真正放下，甚至送上祝福？对现在跟我意见不合的人，我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听一听他们的想法？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别人其实是自己的投影。你讨厌一个人，其实是在讨厌你自己身上相似的那一部分。你愤怒于别人的行为，其实是因为那触动了你内心的某种创伤。当你学会看见自己，也就能理解别人，理解一个发怒的人背后的脆弱，理解一个哭泣的人背后的委屈。当你真的看见了，你就不会轻易评判，也不会再被情绪牵着走。你会变得更包容，更宽厚，生命格局也会越来越大。很多人以为修行就得远离红尘，其实恰恰相反，真正的修行是把工作做好，把日子过明白。佛经里说，在机缘成熟时，居士可以获得4种快乐：一、拥有之略，通过自己的能力、天赋、努力合法的获得财富，这是正当的快乐。二、财富之略，在拥有财富的基础上享受生活，帮助他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富足。三、无债之乐，没有债务，不欠人情，内心才真正自由。四、无咎之乐，身口意清净，无愧于心，无愧于人，活得踏实安心。赚钱不是坏事，它是现代人最基本的能力之一，只要你取之有道，用之有度，合法正当的财富就是你修行成果的一种体现。所以别不好意思谈钱，也不要羞于追求富足。你要做的是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、心量、格局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既能照顾好自己，也能帮助他人的人。修行是你逃不过的一场考试，你可以主动修，也可以被生活被动修理，但无论如何，你都要经历这一刻。如果你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保持初心，稳住节奏，那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。你不需要成为太阳，但你可以成为一束温暖的小光，哪怕照亮一个人也好。一句鼓励的话，一次善意的帮助，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，叫做末法时代。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共业重，戾气重，恶报来得快，
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猝死，恶性事件频发，中年人患癌的比例也越来越高。这不是偶然，而是整个时代的能量频率在变化。在这个时候，不管你修不修行，都要注意积累福报，因为你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生活，只要还在人群中行走，就容易沾染各种负能量。只有平时多做善事，多结善缘，才能在大环境动荡时保自己一份平安。风暴来了，不是为了毁灭一切，而是为了筛选出真正愿意觉醒、愿意成长的种子。回望过去，你会发现一个规律：人类文明每一次大跨步，都是从一小部分人先醒过来开始的。哥白尼打破地心说，达尔文颠覆神创论，爱因斯坦重构时空观，他们都是破相的修行者。今天轮到我们了，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节点上，有人称之为末法时代，也有人称之为觉醒的临界点。科技飞速发展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，却也掏空了我们的内在。宇宙在清涨，失衡的警报早已拉响。在这个时代，修行早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精神追求，而是一道关乎生存的必答题。它不再只是个人成长的路径，更是人类文明能否继续前行的关键。过去的人靠宗教、哲学、道德来约束行为，现代人靠法律、算法、流量来管理行为，而未来的人要么觉醒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，要么被 AI 和资本彻底驯服，沦为数据洪流中的一串代码。千头万路虽辛苦，吹尽狂沙始到金。说到底，人类文明的进阶从来不是被动等待，而是主动觉醒的结果。你是否愿意成为那一颗被留下来的种子？你是否愿意带着光穿越这场人间风暴？有人说，这是一个神魔混战的时代。要我说，其实这更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你心中有光，就不会被黑暗吞没；你心中有爱，就不会被恐惧控制。今天的现世报不是唬人的，而是正在你我身边上演的剧目。那些曾经以为不会来的清算，如今一个个走上舞台。但是别怕，天道无情，却又最有情，它永远偏向真诚善良的人。你是哪一类人，就将迎来哪一类命运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你感受到了一点点共鸣，不妨把这个影片转给那些你心中值得守护的人。也欢迎你留言，说出你此刻最有感触的一句话，让我们一起在混沌中擦亮灵魂的光。愿你是那个被天道温柔眷顾的灵魂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。随喜点赞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